欢迎收听。咱们今天来深入看看你给的这些关于周恩来的材料。内容确实挺丰富的，而且提出了几个挺核心也挺尖锐的问题，对吧？对，就是说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周恩来他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像一些回忆录里说的是个保护者，还是说他首先得想着怎么自保？这个确实是核心人物，甚至他的很多行为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可能是政治上的表演？材料里对这些都有解读。好，我们也注意到了你分享的这些资料视角确实跟我们平常听到的不太一样。是的，提供了一些不同的信息和分析。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完完全全根据你提供的这些材料，帮你梳理一下，看看他们到底描绘了一个什么样的周恩来形象。咱们尽量客观，不加自己的东西。好的，就依据这些材料来谈。行，那我们先从那个保护者的形象说起吧。材料里也提到了不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比如罗瑞卿，回忆起来好像都觉得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挺感激的。是有这种说法，但是你给的这些材料好像对这种保护打了个挺大的问号。对，没错，这些文件呢确实揭示了保护这事儿挺复杂的。怎么说呢？一方面材料承认周恩来有时候确实会传达毛泽东的一些缓和矛盾或者说解放某些干部的指示。比如材料里提到后来对那个刘建章案的处理好像就有松动。但另一方面，这些材料花了很大篇幅去强调周恩来首先是毛泽东路线的一个非常忠实的执行者。对，而且有一个关键点，材料特别指出来了，他是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后来叫中央专案组，是这个机构的总负责人。总负责人，这个信息很重要啊。是的，你想这个机构恰恰是文革里审查迫害大量干部的核心。这倒是。所以材料就列举了比如处理所谓2月宁流那几位老帅，还有迫害贺龙元帅这些案例。都显示出周恩来在执行这些决定的时候扮演了关键角色，而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在努力的去抗争或者保护。所以材料的观点倾向于认为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保护者，就算后来有些干部被放出来了，那也是在毛泽东点头同意之后才做的。明白了，这听起来所谓保护与否，关键还是看是不是符合最高层的意思。对，材料的逻辑是这样。那这就自然带到下一个点了，忠诚、自保，还有刚才提到的表演。感觉材料里有条线索特别清楚，就是周恩来把对毛泽东的忠诚放在了绝对优先的位置。是的，这条线很突出。比如说材料提到他在反冒金问题上那个深刻的检讨，那个检讨，还有庐山会议上，就是彭德怀提意见那次，他对彭德怀那个批判火力很猛。对，批判的很严厉。材料是不是在暗示这更多的是一种高压政治下的生存策略，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自保而进行的表演？这些材料确实有很强的这种解读倾向。他们把周恩来很多行为都看作是在那种极端的政治环境里，怎么说呢，以效忠毛泽东为最高原则的一种生存之道。对，甚至有材料形容他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哇，这个评价很重，对吧？还有他和江青的关系，材料里描述的特别能体现这种复杂性。怎么说？就是公开场合给予极高的赞扬，比如喊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这个的意象。但私下里呢，又对江青的一些做法表示挺无奈，甚至叹气。可最终呢，他的行动还是完全跟着毛泽东的态度走。还有那个细节很有名，毛泽东病重的时候，他说的那句“大权还在你的手里”。对，材料认为这句话一下子就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权力到底在哪儿是看得很清楚的，而且也反映了他在关键时刻那种急于表忠心来确保自己安全的急切心态。这个解读角度确实很不一样。这么看来，周恩来的有些行为在外面人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挺矛盾的。对，表面看是有点矛盾。比如说有时候支持这个群众派别人，过一阵子有可能严厉谴责他，或者有时候推行一个政策，后来又参与批判这个政策。
按照这些材料的说法，这又该怎么解释呢？是性格矛盾，还是……这些材料倾向于认为这其实算不上真正的矛盾。那是什么？而是他紧紧地跟着毛泽东那个不断变化的指示的结果。就是说，根子在上面。对，无论是支持谁、打压谁、推行什么、纠正什么，根本的逻辑就是要时刻跟最高领袖保持一致。材料还特别提到了他对那个所谓的5毫事件，就是他早年那个脱党声明的旧账异常紧张那个历史问题。对，反复向毛泽东解释，这也被材料解读为他政治上始终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对自己的政治安全是极度关切的。时刻保持警惕。所以综合来看呢，这些材料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在政治漩涡中心，依靠着非常高超的政治技巧，还有对领袖那种近乎绝对的服从，来努力求生存的人物形象。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形象，可以这么理解。材料认为他的行为逻辑首先是服务于政治生存和对毛泽东的忠诚，保护也好，自保也好，甚至所谓的表演，可能都是围绕这核心来的。好了，经过咱们这么一番梳理，根据你给的这些材料今天看到的周恩来形象确实是相当多侧面，而且充满了争议。是的，很复杂。这些材料可以说是挑战了那种单一的保护者或者说完美圣人的标签。对，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描绘了一个在特定的非常严酷的历史时期，把对领袖的忠诚放在所有考虑之上，结果呢，就在政治风暴里扮演了一个极其复杂，甚至在很多人看来是充满矛盾角色的关键人物。所谓的保护、自保，甚至是不是演戏，在这些材料看来，可能都是复杂的交织在一起，服务于那个最高的准则，就是对领袖的忠诚和政治生存。的确是这样。这些材料的核心观点似乎就是说，要理解周恩来，你不能脱离那个特定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生态。时代背景很重要。对，他做出的那些选择，不管后人怎么评价，是赞扬还是批评，都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遵循着那个时代的逻辑。所以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思考一下。这些材料好像在不断地追问，在那种近乎极端的环境底下，个体哪怕是身居最高层的领导，他们真正的选择空间到底有多大？历史又应该用什么样的尺子去衡量和评判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下做出的行为和选择呢？以下我们详细讲解文革期间周恩来如何处理与党内其他重要人物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命运。周恩来在中共历史，特别是在创建、夺取政权和执政过程中，扮演了无人可以取代的角色。尤其是在文革这个异常复杂的时期，他的角色也更加复杂。官方史学将他树立为道德楷模，请上神坛。然而，提供的来源揭示了他更复杂的一面，包括其权欲和自保的一面。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是理解周在文革中行为的核心。资料指出，毛周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涉及到权力斗争和相互利用。尽管官版历史刻意将毛排在周之前，制造以毛为首的假象，掩盖了毛取代周成为最高军事领导人的模糊过程。周恩来对自己过去的某些行为感到内疚，认为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是欠了毛泽东的账。一些来源认为，周对毛的忠心更多是出于政治生存的策略，他从来都是跟从一把手，选择毛是因为他更强，自己跟着他才不会被打倒，才有胜算。周被认为是中共高层中唯一能言行如一，真正做到对毛泽东驯服的人。他将自己的位置定位于毛的臣子，甚至是愚忠的那种，对毛唯唯诺诺，卑躬屈膝。他晚期把自己定位为毛的部下和助手，而非首先是共和国人民的总理。毛泽东则不时地敲打周恩来，甚至利用如5号脱党等事件，直到周生命的最后阶段。
毛认为党权在刘少奇那里，政权在周恩来那里，而刘周用的人都是坏人，反对他。出于胜算考虑，毛不可能同时打倒刘周，只能联合一个打倒另一个。赫鲁晓夫下台成为决定先倒周还是先倒刘的一个重要因素。周的苏联背景成为他被彻底搞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注意到了周恩来在态度上与刘少奇的差别，松了一口气，认为周不会和刘联手，从而可以专心对付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明显想把矛头引向周。周在庐山会议上的自我批判，被认为是早知毛要搞他而采取的策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将怨气发泄到周恩来头上，称周也是始作俑者之一。尽管周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毛泽东，但直到他去世，毛泽东都没有谅解他。毛甚至不愿意参加周的追悼会，并说与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总理斗争过不少于10次。毛的这种态度导致许多身边工作人员被禁止向周遗体告别。周恩来与文革派的关系，官方叙事中可能存在周恩来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两营对垒的说法。然而来源指出，文革中是否存在周江两个阵营的对垒，根本就不存在。资料认为，周恩来和江青等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相当一致，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事，不同点在于采取何种形式完成。在所有重大的根本问题上，双方没有重大冲突，相反，配合相当良好。一个关键的细节是，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是周恩来、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专案组的材料最终审批以及报送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之手，关键在于能否迎合毛的要求，而非材料真假。周恩来作为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要对该组织迫害干部群众的法西斯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所有提交给毛泽东要求立案调查的人员名单，都是在周主持的专案组会议上通过，并包含周的评语和结论。这些评语和结论是令人发指、触目惊心的。清查5·16运动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它本是针对一个炮打周恩来的造反组织，随后被毛泽东、周恩来等镇压。彻底清查5·16被扩大到全国，目的是清除异己，巩固新政权。周恩来在此运动中与文革小组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现了和江青等人同在一个战壕作战的风采。他利用清查5·16来整肃对立面，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因此受牵连迫害，手段残酷。然而此冤案文革后并未得到官方正式平反。来源指出，清查5·16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共识，周恩来对此负有责任，且从未就此公开表达歉疚。周恩来甚至公开煽动打倒中侨委的方方，称其出卖情报，而他明知方方与他关系密切。他还点名抛出了许多老部下，包括荣高堂、陈家康、孔元、潘子年、程元公、孙维世等人。周恩来对江青刻意低手下心，隐忍退让，避其锋芒。他会亲自打电话询问江青是否方便，并经常陪伴江青参加活动，如看戏。在一些场合，尽管江青无理取闹，周也会事后向毛汇报，并带着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向江青赔不是。尽管周在会议上不公开与江青争论，但他也会在江青诬陷他人过甚时，用简洁的话语反问，不动声色地顶回江青的大帽子。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高层领导的关系。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有意用林彪、邓小平、陶铸代替刘少奇和周恩来。刘少奇作为二把手，根基不大，主要靠毛提拔。周恩来则不同，他在党内资历不在毛之下，曾是毛的上级。刘少奇在大跃进后对毛有所批评，毛认为刘掌握党权，
周掌握政权。周恩来签发了将刘少奇开除出党的决定。周在签署这份文件时非常痛苦，但认为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这样做。他还在报告中称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公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作为刘少奇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周恩来批准了送给毛泽东的仅含不利证据的报告。来源质疑周是否明知有利证据未报。林彪在7000人大会上支持毛泽东，毛将他视为对抗刘少奇的头号盟友。9大后，毛曾试探林彪，提出张春桥作为接班人选，挑动林对张的忌心。林彪在9届2中全会上的讲话是按照与毛的约定进行的。周恩来对毛林交恶感到忧虑。周接到了关于林彪出逃的报告，迅速处理。林彪事件后，周主持政治局会议和军区电话会议，部署应对。周认为林彪之死移走了他和毛之间的缓冲地带。毛泽东曾考虑让邓小平接替周恩来。文革初期，毛考虑用林彪、邓小平、陶铸取代刘周。在4届人大之前，毛提出邓小平取代李德生担任常委、副主席。周恩来曾向毛泽东汇报总政治部主任人选时提出了萧华、苏振华、廖汉生等，毛最后决定让张春桥兼任。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手术医护人员以及前来送行的邓小平说：“邓比我强得多。”周恩来与彭德怀、贺龙等被打倒的元帅和干部的关系。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组会议决定将彭德怀揪回北京。戚本禹传达了周恩来揪回彭德怀的命令。虽然官方传记称周得知此事后很气愤，但来源认为周对彭的遭遇非常清楚。贺龙的案件由中央专案组处理，周恩来在贺龙之死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贺龙的遗孀虚明后来将真相告知了贺家人。贺龙在遭受折磨后曾要求与周恩来谈话，信送到了周手里，但直到他去世，周没有派人去。周恩来抱病参加了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在仪式上情绪激动，被认为是出于对网友的伤悼和为自己赎过。周恩来虽然在毛的指示下保护了一部分老干部，但他的领导下，整个中央专案组迫害了更多的人。相比之下，周的保护黯然失色，微不足道。周恩来必须批准群众组织对专案对象的批斗。他一步保护谭震林，但在2月逆流后停止。周恩来知道关于陈伯达罪行的材料经不起推敲，但他仍然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他对毛要打倒的人，总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周恩来对抓5.16迫害上千万人，明知不存在5.16，却始终没有实事求是的表态，这被认为暴露了他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一面。总而言之，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扮演了极为复杂的角色。他作为 Premier 维持着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处理了大量内政外交事务。然而，为了政治生存，他高度顺从毛泽东，成为了毛的驯服工具。他领导了迫害无数人的中央专案组和清查5.16运动，直接参与了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的迫害，甚至抛出了许多老部下。虽然他有时试图在会议上缓和气氛或保护个别人，但在整体上，他对文革的启动表示支持，并与江青等文革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合作。他的行为既有维护大局、向忍为党的成分，也有为了自保而对毛唯命是从，甚至积极参与迫害的一面。他临终前向邓小平表示自愧不如，并在贺龙葬礼上表现出深刻的内疚和自责，但对自己在清查5.16等问题上的责任，他从未公开承认或道歉。毛泽东对周的态度直到最后都未曾软化。这些来源提供的视角
挑战了官方将周恩来完全描绘为道德楷模的形象，呈现了一个在极端政治环境下挣扎求存，并因此犯下严重历史过失的复杂人物。